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是要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内及国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立正解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全球看以色列攻打伊朗的最新的发展，现在已经双方等于是互轰了第5天了。这第5天呢，伊朗声称当然前面有所谓假讯息合成的画面，现在这次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来自于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说再次击落了 F-35的战机。他说累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4架，而这个目前宣称被击落的是在西北城市大不里斯这里，再一次击落 F-35战机，而伊朗也反击，下令在新一波的攻击不断的在空袭当中，包括这个向以色列说飞弹会一路炸到天亮，凌晨整个夜空上面满满的都是弹药火光。那除了我们画面上看到是被炸的城市的画面，如果定格来看，我们看到这种现场照片放下来，看起来这伊朗的官媒看到，他想的是We are back， 特拉维夫，我们回来了。你看这画面很像流星啊！整个城市这可不是浪漫的流星啊，这个都是一枚一枚的炸弹飞过来之后，可能被拦截，有些拦截的残骸要掉到地面上，可能造成的伤害。而伊朗也第一次发动了白天的攻击，对以色列长距离的打击，还有白天也看到了这个城市一直不停的冒出了火光，而以色列倒过来也要控制德黑兰的上空，现在据称他已经完全把制空权给控制了。伊朗威胁会有极大规模的反击但纳塔雅胡的声明是说，以色列空军已经控制了相关的这个首都德黑兰的空域改变了整个战役，意思就是说伊朗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击了吗？那川普也放消息说伊朗想要跟我谈和平协议了吗？可是看起来目前以实际的状况来讲，双方的这攻击没有停过，而因为除了伊朗的斩首行动把革命总司令给这个歼灭了之外，另外一面把国安情治官员宣称也已经给斩首了。所以接下来以军发动最远的打击，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很长的距离，2300公里以外，他打到了伊朗北边的一个机场，机场停了一架伊朗的加油机，被称是这一次军事行动里面距离最远的一次打击，除了精准之外，还可以长距离。那战火第4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数据说，以色列摧毁了1/3伊朗的飞弹发射器，除了核设施、天然气，然后还有飞弹发射器，拦截了80%以上的弹道飞弹。那这样的成果成功率等于就是有铁穹系统80%到90%的拦截率的话，大概5到10会打到住宅区或等等的这样的空间。那以一互轰，到底互相的各种的胜败，现在看起来伊朗比较难招架。那伊朗炸掉了以色列中科院，算是还击了一下，因为以色列已经把他们的科学家、核武专家通通杀死了，所以这一次的中科院被炸的画面呢，被科学家当年以色列的科学家说，我们16年的心血全毁，但至少没有人员伤亡啊。而伊朗击中的这个著名的学院呢，也一样导致了多栋的建筑的这个受损不止供给核设施，现在全球的油价可能在波动的原因，都是因为以色列轰炸伊朗国防总部，还有最大的天然气油田，全球油价唰咧蛋，这个炼油厂呢一被炸，全球都在看。伊朗也证实在这个南帕尔斯的天然气田目前已经局部停产了，造成每天大概1200万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生产中断。以色列也切断了主要油气田的天然气供应，以防他们成为冲突当中被攻击的目标。因为天然气被攻击的话，这个轰炸起来的可能的影响，可不是只有当时的天然气厂而已，周边可能爆炸会造成的威力不同小觑那纳塔雅胡公开的讲现在打击伊朗的成就很厉害一样，如数家珍我们已经消灭伊朗领导层，还有控制了德黑兰的天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行动正在走向胜利，全世界都知道，伊朗也知道。而伊朗德黑兰大学的教授马兰德则是说目前伊朗的所有关键资产已经转到地下去了，要打也不好打尤其是核子设备相关的设施，核心的生产线都被深埋到地下，以色列是打不到也没有办法碰到的，所以呢，目前只
摧毁了地面建筑，对于核子计划并不影响。这个我们不知道，真的有待观察。但是以色列的引战呢，造成了美国的大使馆在当地已经有受损，当然没有人员伤亡，但也看起来不是刻意攻击美国大使馆，不知道川普要怎么回应。但伊朗的革命卫队说，这一波的攻击采用的是新方法有多层次防御系统，打攻击防御可以避免掉铁穹把它拦下来，那才可以命中包括美国大使馆的这些位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再次的讲川普才是当很关键。你不要想帮着这个伊朗讲话啊！川普你2次差点被暗杀，都是谁干的？他公开的讲，就是伊朗干的啦。川普啊，还赞美川普是一位有决断力的领袖，从未试图以软弱的方式讨价还价。这种软弱的方式会让伊朗继续往发展核弹的路前进。讲给谁听的？讲给美国听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一场战争中脱开关系。来听听纳坦雅胡的说法。Today it's Tel Aviv, tomorrow it's New York. I understand America first. I don't understand America dead. So we're doing something that is in the service of mankind, of humanity, and it's a battle of good against evil. America should and does stand with the good. 全文一句话翻译就是要拉美国入坑啊！这句话我们越来越熟哈，什么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他是今日特拉维夫，明天纽约。对，今日特拉维夫，明天纽约，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让这个伊朗发展的这个导弹远程的导弹以及这个核弹头的话，那未来伊朗就可以毁掉以色列，更加的未来就可以毁掉你美国啊。那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希望你美国参战，介入这个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要站队，站在伊朗这边。他的逻辑很简单，目前来说的话，对于以色列来讲，就是想方设法要把美国拖下水了。原因在哪里？超出这个内塔尼亚胡的预料内，内塔尼亚胡过度的轻敌，也就是说，他对于伊朗的评估他太草率了。现在内塔尼亚胡他很有可能会面临国内的压力了，因为如果他跟伊朗的这个战火，为什么没有出动地面部队，就是没有出动陆军，你不可能只透过轰炸让对方屈服。在2次大战的时候，柏林的轰炸、伦敦的轰炸、我们中国重庆的轰炸，你不会让中国人屈服，不会让英国人，也不会让德国屈服。你除非地面部队投下去了，也就是诺曼底登陆了，部队投进去了，进入了这个德国，纳粹才投降嘛。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今天以色列的军队地面部队不敢进入，也没办法进入伊朗，美国也不敢进入伊朗，不可能靠着轰炸这个伊朗就投降，绝对不可能。但是问题就在于内塔尼亚胡轻敌，低估了那个伊朗的反击能量。他本来以为他经过几波的这个密集度的攻击，把他的防空系统摧毁，他的导弹系统、他的核设施都摧毁了，所以他就等于是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而伊朗根本没有反击能力。结果当时就有很多的这个战略学家都在提醒内塔尼亚胡说，伊朗最少有2000枚导弹，2000枚中程的弹道导弹。那这个伊朗也曾经展现过它的导弹都是藏在地下的，不是你能够那个摧毁的。它需要的时候，它就拉出来就打。然后无人机更是不计其数。好，可是内塔尼亚胡不信邪，他打了以后，我们看到他的第一波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摧毁了他说1/3的发射架。可是如果以至少2000枚的话，1/3也不过就是700枚嘛。那伊朗还有1400枚中程的导弹，所以你看到，当伊朗开始有效的组织反击的时候，以色列本身的首都也好，海边城市也好，中部的城市开始受到攻击了。而它的铁穹很明显的对于这种超高音速的导弹效果就比它差了。而当它不断的被轰击、被攻炸、被轰击、被轰的时候，如果这个战火一直烧下去，两边接着轰来轰的没完没了，
我今天轰你20枚，你轰我20枚，我再轰你，再轰我，轰得没完没了的时候，那以色列的弹药会耗尽啊。以色列它事实上它需要美国提供给他，例如说它本身的导弹越来越少了，它在前一波的情况就需要美国援助，现在它更需要美国援助。而美国当初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也已经烧掉它不少的弹药。现在中国的军用稀土不给他了，不给美国了，美国怎么能够提供？除非他把他的现货都送给以色列，但是那美国没有存货了。美国如果在中东或者是在亚洲，他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美国必死无疑啊，因为他根本做不出东西来，所以美国不可能把他的存货、现货就送给以色列。那以色列这个战争怎么办？越打，他内部的政治压力会越大。内塔尼亚胡他的内部政治压力会随着这个彼此的轰炸，炸个2-3个礼拜会没完没了，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内塔尼亚胡现在目的就是把美国拖下水，看看川普会不会被拖下水。李将军，我们来看这场战争，看起来外界看起来是不太对等的。毕竟，伊朗也是长期经过这个经济封锁的国家。那这一次打下来，哇，以色列的不管是情报战、渗透战到火力，目前看起来互轰的情况，你怎么看？其实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战况来讲，双方确实是战力是有不对等，可是双方的这种国土面积还有人口面积也是非常的不对等。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双方来讲的话，在这个互相攻击对方互相一个对等的攻击。怎么讲？你看，你打我国防部，我也打你国防部；你打我炼油设施，我就打你的油田。你打我电视台，我也打你电视台。你打我电视台，你打我指挥所，我也打你的指挥所尤其是说你打德黑兰，我就打你特拉维夫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现在伊朗来讲的话，他在我刚刚进棚之前，我刚刚看到已经发动第9轮的导弹攻击了。那前几天他都是利用夜晚的时候发动攻击，因为我们看影片，但是他现在也白天也在攻击，可是他发射的导弹的数量已经明显降低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大概有100多枚，那现在来讲的话已经降低到50枚。可是以色列来讲，它拦截力道也降低了它拦截力道已经没有那么多，因为毕竟不管是爱国者或者萨德系统，那1枚都1000多万，很贵的，它数量是有限。那当然有一句话叫做“乱拳打死老师傅”，我觉得伊朗现在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形。你看，我从一件事情就知道它这个导弹其实不准，可是问题是说它不准反而可怕。你看它打到哪里？打到住宅区。合理来讲，你那枚导弹这么贵，你应该精准命中目标嘛？结果你这个因为偏了，结果你命中到住宅区。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双方来讲到目前看不出来，但是很明显一件事情，双方战局战火有升级的趋势。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川普这时候急急忙忙的从 G7 会议要回去或者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也在放狠话。当然，除了说战事升级之外，双方这时候在认知战、舆论战方面也在加大力道我们看到双方以色列是讲说他要将德黑兰炸成一片火海，这个伊朗说我要将你打开地狱之门，将你特拉维夫整个歼灭掉。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熟胜熟负还言之过早因为伊朗来讲的话，有它体量大，就像是刚刚戴教授所讲的，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地面作战，纯粹是空中作战来讲的话，那可能很难分出一个胜负。尤其是说，我觉得这个以色列要打的2个主要目标，他没有获得成功。你现在打的只是虽然揍的这个伊朗鼻青脸肿了，可是有2个要害你没有打中，一个就是他的精神领袖哈梅尼亚，你没有打中他，你没有对他实施暗杀斩首行动。你可以对所有人实施暗杀斩首行动，可是纳坦雅胡你没有斩到的话，你等于白打你不要认为说是军事的首长，你对他实施斩首，那你就歼灭掉军事领导能力。其实军人跟一般民间不一样，跟商业不一样。军人来讲，他都有5级代理人，你知道，马上立刻可以生效。而且军队指挥是靠参谋在指挥，不是靠指挥官一个人在指挥的，所以你打那个没用。第二个来讲，他核设施和离心诱你没有打到，你现在除非伊朗交出来，可是要伊朗交出来，我觉得很难呐，因为那是他保密的东西嘛。你不管是看到这个其他的乌克兰现在他当初因为交出核子弹，所以现在被俄罗斯打成这样，所以要他交出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这场战火，我觉得后续还有得打。
将军觉得还很难说嘛，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摩萨德系统、情报系统渗透很厉害啊，把对方的首长啊、军事领袖啊，甚至情报头子都干掉了，那就差整个真的最大的老大还没有处理到而已。所以现在这个情势很难说，但接下来美国的角色却是大家觉得最有意思要观察的。我觉得这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面对的最伟大的、最严重的危机。以色列要是没有处理好的话，它有可能灭国。我跟大家强调，以色列一次都不能输，以色列要求绝对的安全。以色列一旦输了以后，阿拉伯国家的那个恨，那就是无法想象的啊！在这种过程当中的话呢，纳坦雅胡他做了一个极大的赌注，这个赌注的话呢，他全部压在3种人呢，他故意要叫他们参战啊。第一种人的话呢，请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刚刚讲了很多次，纳坦雅胡为什么扯到今天是特拉维夫，明天是纽约的意思，就是说纽约跟特拉维夫都是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啊，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就是特拉维夫加纽约啊。他为什么要讲这种话？他意思就是说，在美国的犹太人的话呢，要竭力的想办法呢，要进行游说。让美国的话呢，最好是参战，最好是说派出部队，因为美国在中东有很多军事基地，那边派出部队来很方便啊。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以色列现在正在进行战争状态，以色列已经打了快2年了，对不对？2023年的10月7号打到现在多久了？这个里面其中的话呢，从我今天算了一下，看到一份资料讲说，从这个世界各地赶回来以色列打仗的人的话呢，就不下10万人之多啊。大家可以了解到，那这些人的话呢，每一次打了几个月就回去工作，久而久之也不行啊，那要拉他们下水。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就是纳坦雅胡自己如果这个总理一不干的话呢，马上就要下台。我现在认同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这场胜败犹未可知啊，但是里面有2个决定的因素啊。首先我先不谈这个决定因素，为什么是个胜败未可知啊？因为大家知道，伊朗有170万平方公里啊，以色列只有1.7万平方公里啊，差100倍啊！你现在互相导弹射来射去，如果你直接干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分出胜负。你要导弹射来射去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呢，那伊朗可以让你随便炸，但是有2个变数非常大。第一个，美国会不会参加？美国已经参战了，但是会参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啊！因为要是美国尽全部之力的话呢，那另外一个的话呢，请大家稍微观察一下中国的态度啊，大陆的态度的话呢，非常非常值得玩味。这里面的话呢，我觉得以色列的话，最主要的是开始进行它的媒体战。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媒体的话呢，完全都是向着以色列的，所以你看到的消息的话，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我刚刚听到主任讲说啊，原来这个情况还犹未可知。那你看久了 CNN 啊、Fox News 啊什么的，那这边讲起来的话，就是摧枯拉朽，以色列一定赢。但实际上，如果你平常有刷抖音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消息。至少我看到了很多特拉维夫的照片，打得跟加沙走廊一模一样，都是残屋破瓦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一场战争的话呢，是一个牵涉到影响到全世界的格局，包含台湾在内的一个战争。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美国总统他去参加 G7 的时候，本来好多国的领袖都说有很多意见，包括关税，还有最新的各种战局啊，俄乌战争要跟他反映，但可能来不及。为什么呢？川普非常的匆忙，他晚间到了加拿大这个小镇去参加 G7， 结果马上说，晚餐吃了晚餐之后就要立刻返回美国。他跟媒体说，因为我必须立刻赶回华府，这可不是小事，是大事。什么大事呢？他要回美国去作证。提前离开的原因就是立刻指示国家安全人员在战情室集合，要求团队成员尽快跟伊朗官员会面。什么意思？就是以的这个冲突跟战争里头，他到底要什么？他仍然要求伊朗赶快跟他谈协议。当时伊朗就是以为要签15号马上就要谈协议了嘛，所以是不是有疏于防范的情况之下，现在他说无论如何，伊朗还是必须跟他签协议，但同时以色列还是继续在轰打啊，这个战火很难瞧啊！提早离开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吗？我们看到的是川普立刻说派了很大批的这个美军准备往那里前进，但是呢，他又强调，除非伊朗针对美国人做攻击，否则美国不打算积极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
所以纳坦雅胡才会说有，他差点把你杀掉，2次都是他谋划的。但目前是还没有看到，除了这个美国大使馆有轻微的受到损伤，并没有直接遭到攻击。所以川普直接呼吁950万人赶快离开德黑兰，在伊朗首都这里。那说美国做这些事情要加强中东的部署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航空母舰已经往这里开去，尼米兹号原本预计6月20号要去越南哦，开一个记者会宣布的这种活动，通通取消了。现在直接6月16号早上直接离开南海，到往西行驶进了中东，同时还有30多架的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机哦，穿越大西洋，也在前往中东当中。这样大批的移动，包括了航空母舰跟军机，被媒体很多的形容都认为这是非常罕见的美国军事的调动行动。而美国的民主党呢，却现在是在参议员纽约的这个 LA 的议员凯恩，他是提出了法案，准备要禁止川普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话，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这样的权利，要限制他的权利。他说，如果川普决定介入以伊冲突的话，多数共和党人很可能会支持，而且坚定主张向以色列政府提供军事支持。所以他们认为不可以介入。但 CNN 的报道，目前川普所缔造，他上任之前不是说，哎呀，拜登喜欢打仗，我不喜欢，我的功能就是可以让战争结束吗？但俄乌战争现在还在打，现在还有加沙走廊也没有冲突结束，还增加了以伊的冲突。那 CNN 分析啦，有3个原因会逼他参战，所以可能不是他讲的和平哦。第一个，光是伊朗如果攻击了美军基地的话，华府必须加入，尤其是攻击波斯湾红海航道，这更是重中之重。还有伊朗的浓缩铀，刚刚前姐已经讲到啦，藏在地底下或者是深山的深处，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轰炸机炸得到。美国有这些武器才能够做到歼灭这件事情。原因第3，川普还有面临党内鹰派啊，那认为伊朗处于罕见的脆弱期，再不乘胜追击的话，这是最好的良机啊，以后可能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川普会怎么决定，现在还在外界观察当中。但是会不会说为选举杀红眼？其实，在国际上，现在世界真的非常的动荡。我们看一个推播最新的消息是，哥伦比亚总统的候选人，他是在野党39岁的候选人，他突然就在公开场合被枪击脑部，重伤，现在病况非常的危急，他只是候选人而已。而哥伦比亚的现任的总统右翼的极端。他也说左翼他说右翼极端分子密谋推翻他，是谁跟他们一起干的呢？是美国所以美国参与事情还是这么多，跟过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嘛。所以左翼总统是不是也跟川普闹翻了呢？而川普在国内也没有闲着，他真的是可以遍地开战。先前在阅兵的同时，全美国各地有将近2000场的抗议活动 ，No Kings。那延续接下来在镇压移民的部分，川普喊出来 ，ICE 接下来的驱逐呢，都是针对民主党的州包括了洛杉矶，加上了芝加哥、纽约，甚至费城，你开始做了这些地方，他声称这些人呢，都是因为民主党长期在豢养这些非法移民来不法取得选票才会胜选，所以其实真的他也没有在客气，就说我就冲着民主党的票仓来了，怎么样？那所以优先要驱逐这些地方，那接下来可能 ICE 还有国民兵怎么处置，也看川普怎么做。他遍地也在开花，明州的明尼苏达州2名的参众议员2死2伤的枪击案也很惊悚，就在他庆祝生日的这一天，2位参众议员跟他的这个伴侣分别的遭到枪击，后来造成2死2伤。名单里凶手准备要杀的还有数十位的政界人士。哇，他车上说看到的 No Kings 的不要国王的这个传单。那川普接下来还会怎么做？看起来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然，各种媒体对他的批评，没有停过。那像比方说这个英国的主持人Oliver， 他直接说：“我知道我现在说的什么都没有新意了啦但是川普他形容这个念出来可以大家自己念吗？应该不会罚钱吧？他骂得很难听啊，根本没有理由再提起。那些在洛杉矶的人都非常的心痛。所谓的民主自由，就像你不应该在退休的派对上举杯庆祝的时候说，哇，这之后唯一的里程碑就是死亡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问题是，川普现在就代表了这样对移民还有对整个社会的对立跟冲突。中东情势的发展比这个川普原先的预料还要严峻。
川普原本认为说，哎呀，给他们打一打也不错嘛，啊，那等到胜负已定以后，这个核协议很快就可以签出来。我再来收割。那他的原来的原判就是以色列会赢，伊朗会输，所以打了几波以后，这个伊朗大概就不想打了，他就会想跟川普签核协议，所以他就气定神闲的说，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当初我就跟你讲说60天，你就一定要谈到61天啊。那我只给以色列60天的时间嘛，也就是说以色列你要等我60天，你一定要谈到61天，所以谈不出来，最后爆发了这个冲突啊，以色列打你了。那所以你现在要解决问题，赶快跟我签，签了这个就不会打了。确实伊朗有找3个国家，这3个国家很有意思哦，找了这3个国家来帮他斡旋，一个是沙地阿拉伯，然后一个是卡达，就送他飞机的那个空中皇宫的那个卡达。还有一个阿曼，然后阿曼现在在提那个起草那个草案，他的草案大概概念是这样子，就是说，伊朗要承诺1到3年内不再提炼任何浓缩铀，而且要经过这个国际原能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然后来换取这个川普去劝说啊，或者是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让他停火。那以色列一旦停火，这个伊朗也要停火，那这样的话就太平无事了啊！这个是目前传出来的一种草案。可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很有可能会被带入这场战火，所以美国现在在做这个备战的一个准备。怎么说美国在做这个备战的准备呢？你看看美国现在是把31架空中加油机把它拉过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然后航母战斗群尼米兹号的航母战斗群也离开了啊，就是没有到预定的越南，它直接跑去这个中东，就构成了2个航母战斗群。过去美国在区域间打一场区域战争，也就是不管是跟伊拉克打仗、阿富汗打仗，然后美国的标准的打法都是2个航母战斗群。那原本的这个航母战斗群本来就在了啊，然后现在是尼米兹号再过来，那就刚好搭配了。还有一个部分里面，他要求这个德黑兰，就是伊朗的首都的900多万的人民要离开德黑兰，那这不是就暗示的，就是以色列可能要对于德黑兰进行狂轰滥炸的这样的一种，好像他在炸加沙地区的情况一样，好像这个战争很有可能会失控。我觉得最主要让川普感觉到紧张的，应该是有几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内塔尼亚胡他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扬言要把这个哈梅尼把他杀了。没错，这个是大事，因为你直接去杀一个宗教政治领袖，这会引发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战火，尤其是这些什叶派的，包括伊拉克、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等，他们产生的这个作用会比较大。我觉得这个很明显的，是不是川普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内塔尼亚胡？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现在看起来是要听纳坦雅胡的吗？将军，其实我也认为说，从这个川普从 G7 会议急急忙忙的赶回去，还有从尼米兹航舰这时候调往中东，还有美军大量的加油机赶赴到欧洲地区去。从这3点讯息，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美国跟以色列可能误判整个战局的发展，很明显的误判。尤其是说这个纳坦雅胡昨天讲了说要暗杀这个斩首这个哈梅尼亚，其实之前他们就有计划要暗杀哈梅尼亚，但是川普挡下来了。他认为说，如果说你去暗杀哈梅尼亚来讲的话，整个伊朗群龙这个五手来讲的话，更没有人敢做主将浓缩铀交出来。他认为说是我这场军事行动下去以后，可以逼哈梅尼亚来出面把这个浓缩铀交出来。但是很明显，这个战况打到现在已经第8天了可能这个我觉得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可能误判当初他们太过于乐观。现在来讲的话，双方互轰的结果，第一个，他们一直迷信于说，我有制空权，我就可以完全掌握到德黑兰的上空，我可以为所欲为的在那边狂轰滥炸。但是他们现在发现，说是你狂轰滥炸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所以他必须把加油机派过来，因为以色列跟这个德黑兰来讲的话，距离有2300公里，它中间必须要经过加油，可见他后续来讲必须要加满这个加油增加力道。如果说他之前研判正确来讲，如果说一波攻击就可以逼伊朗投降来讲，他这时候不需要再派这个加油机过去哈。第二个来讲，尼米兹航舰，其实尼米兹航舰派过去，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也是不得已，必须要派这艘老军舰，已经明年要除役了嘛。那试问一下，反而凸显出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对航母的捉襟见肘，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杜鲁门号本来是部署在中东的，那为什么杜鲁门号不过来？很明显，他被撞了，这时候回去修。那第二个，原来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打胡塞的时候，这个福特号有到地中海来，为什么这时候福特号不来？可见呢，福特号是不是如他传言中，它的这种电磁弹射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必须把尼米兹号派过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得已。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辽宁号跟山东号还在关岛附近那边晃荡晃荡，你居然把尼米兹号调过去，那你不是门户大开吗？所以反而这个时候凸显出来，美军他的这种航母战斗群捉襟见肘的窘相已经出来了。因为川普的算盘从他过去承诺大家相信，现在大家都怀疑一点点。例如他说马上就要跟伊朗签什么协议了，伊朗说要谈判，大家都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国内要清算民主党的州，倒是真的。这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他跟他是那个内斗外斗一起打，他那个内斗也不内行，对吧？外斗更不内行啊。这里面的话呢，其实他里面的话呢，透露出他要做的事情。我做3个大胆的预估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美国会进去，因为川普他已经说过了，如果说是伊朗要是这个攻击我们美国，就是尤其是美国在中东的几个据点的话呢，那他就会参战。那实际上的话呢，伊朗已经表示过，他们表示过，就是说是这个13号上午的时候，以色列在进攻的时候，美国的在空中、在地面上、在海上就已经有帮助了所以说这个已经算是直接参与了。然后这个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伊朗已经不会再相信川普讲的话。大家不要忘记本来的话，伊朗是有一件事情大家要了解这个伊朗本身内部的话，我在留学的时候全世界留学人数最多的就是伊朗，伊朗留学人数多到比台湾跟南韩加起来合起来的留学人数还要多所以伊朗本身就是一个亲美派，他们现在的总统叫佩泽西昂扬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倾向于支持美国的，他能够当选总统，就表示伊朗已经相当针对于这个哈梅尼还有这个佩泽西昂扬的观念的话来讲是一半一半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这个有关于这个伊朗和这个核威慑力量的谈判嘛，所以说他自己取消了，现在要继续进行谈判。然后那个伊朗忍气吞声，搞到13号发动攻击以后，讲说15号的谈判就取消了。那个川普就要说要恢复，这个自己那么一个人瞎讲乱讲根本就没有用。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川普面对国内的压力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了解，大家只会说川普对于这个民主党直接开干，他对于民主党直接开干的目的是做给共和党那些顽固的极端分子看的，对不对？那这些人希望什么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包含了好多种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犹太人的游说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是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会强调这个目前针对伊朗用兵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消息哪来的，说伊朗现在是最弱的时候，就好好收拾它是正方便的。我不知道这消息的证据在哪里你这种讲法的话，一个17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里面充满了世界。我说句良心话，伊朗的原油跟天然气跟沙烏地他们是同一块的，对不对？这么连在一起的，那有这样子的潜力的国家的话，把它看成一个软柿子拿来乱捏的话，这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但最后要大家了解一下，伊朗不是没有朋友的，伊朗在中东地区所有的逊尼派之间能够打的就是什叶派对不对？所有能打的就要靠伊朗。如果没有了逊尼派，没有了什叶派，那剩下的以色列跟美国在中东，那不就是霸王了吗？那就不是小霸王了，是大霸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对伊朗来讲也是危急存亡那怎么可能轻易就范呢？我觉得以色列一攻击伊朗，让伊朗人内部团结，那个佩泽西昂扬他不敢吭声现在只剩下一种力量了，要不然就拼到底，要不然就亡国，就这么简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度空难之后这几天，大家人心惶惶。所有跟波音787梦幻机种有关的各种的不安心意外的情况频频的发生。例如这一班是路透社所报道的有一班从香港飞往新德里的787印航波音的飞机，结果呢，在16号的时候起飞去香港飞往印度结果飞了1个小时大家回头一发现上面乘客我又回来了。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为什么？因为机长发现疑似有技术问题，于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折返香港。我们不知道技术问题是什么，需要进一步调查。另外一起案例不是单一的事件了，英航也有一个波音787的飞机飞到印度的途中折返。他也是飞行员报告说疑似有技术故障，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把燃油先放掉，然后再返回伦敦，因为担心像上一次大家都害怕吧，坠地之后所造成油箱全满，坠地所造成的意外事件是不可小看的，所以说看起来飞行员现在都非常的谨慎小心。787在没有完全被认为放心之前，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警觉。而俄罗斯呢，这个有意思了，俄乌战争里面，俄军空袭基辅的时候，居然是炸了波音的办公大楼，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当然，这个画面示意图在基辅的画面我们没有办法取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首都的攻击，虽然大家媒体已经不再关注，可是其实一直没有停过。那只是这一次击中的是美国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在基辅的办公大楼，造成严重的破坏。当然，波音还说这不影响我们影响不大等等。但所谓的波音现在看起来流年不利，刚刚好在巴黎航展开幕。本来一度传出来说，在波音的部分可能787不参展，但最后他还是参展了。结果呢，航空展一开幕之后，空巴、波音竞争激烈，有2400家的参展的相关的周边厂商啊。结果绩效成绩一亮开来看，这个空巴就获得了170亿美元的沙特阿拉伯订单，大单来了。波音被形容叫做黯然失色在这一场竞争里，安全就已经不被是大家信任的最基本的要素。那法国甚至在主办单位这里关闭了巴黎航展的4个以色列的武器摊位，我们看到画面可以有这个黑布把人家摊位给围起来的画面，引起了以色列非常的愤怒。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因为当中展示了许多攻击性的武器，而他现在正在打伊朗。过去法国以色列的关系是很好的，但这一次却凸显法国似乎很不满意，从加萨的攻击开始就产生了跟以色列不同调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一次法国以政治考虑为理由，以色列立刻国防部抗议这是借口，然后把这些以色列的进攻型武器排除在国际展览以外。这些武器跟法国的工业是互相竞争的，所以才可以把我们排除，而不是为了什么反战。那当然还有个另外一个尴尬画面是歼10在巴黎航空展正对面的摊位，哇，谁是？当然就是先前被打下来的歼10，把它打下来的这个所谓的歼系列对，阵风、飙风各种的形容词名词翻译不一样，但总之这个死对头现场不是觉得很尴尬，所以军事粉就粉专的专业就说现场开打嘛。那当然这当中绩效还有买家各国怎么看也是一个重点。中亚这里看到的中国大陆的部分，习近平特别专机飞到了哈萨克，其中对方是高规格的礼遇他空军战机升空来护航，同时在抵达之后是由当地的总统托卡耶夫亲自到飞机的停机坪去接机。那双方下榻回饭店的途中呢，各种留学生各种欢迎的队伍，代表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那这次见面之后，双方说这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当然，这个话应对的就是美国的单边的封锁，而他特别强调说，接下来双方有10多份的双边合作，不管是经济、贸易、投资、科技，甚至是旅游，都是全面的开放。这个才是真正应该维持的国际秩序。应对之下，也是可以观察完全不同的路线。波音在推出787的时候，有请了很多国家的记者分批的到他们的公司去参观，然后去试乘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他们说这是一个梦幻客机他们觉得当时好多形容词真的很美好、很梦幻科技新技术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骄傲。可是当时就有一个监管的他是负责品管的一个经理，他就当做一个吹笑者，他说管理高层有问题，管理高层他们不是工程出身的，他们是业绩挂帅盈利股票挂帅，所以他们偷工减料，对于这个飞机的零料件不合格有瑕疵的，他们都把它装上去。所以当时的预估10年20年左右10几年，它的弹性疲乏出现问题，金属疲劳会比原本的在工程界里面的
的科学数据还要加快，会出现问题。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个吹哨者他去作证的时候却死于非命啊。那有各种传说，果然现在10多年刚刚好，这个飞机开始出状况了。那当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之间有连带的关系，但是从印度的这一架飞机波音787起飞30秒往下降，最终那么坠落在这个医学院，造成了地面的30几个人的死亡，然后200多人，机上的就1个人生还。然后现在马上又传出各不同的航空公司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是787因技术问题而折返。我觉得这款飞机真的是应该要停飞，要好好的检查。像印度他们就准备要停飞，要好好的来检查。但是波音还一直强调说这个调查没有清楚之前，他们不打算停飞，3个月才会告诉大家。对，那我是觉得说，每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至少你在维修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他们的这些零组件、零料件是不是都是合规。我觉得这个现在是一个大家乘坐都会有内心里面很多压力。例如说，尤其是当我们要飞这种洲际的、跨洲的、远程的，那当然就是坐这个787，要不就是坐空巴嘛。那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们当然比较倾向于搭空巴，对波音我们的兴趣确实是比较低。可是这又由不得我们，有时候没得选啊，由不得我们啊，所以我就很无奈。我记得有一次特别选的，就我临时换了班机，是不是？航空公司有权利这样做啊。是好，那我们就来看巴黎航空展。巴黎航空展是世界3大航空展，2年办一次，都是奇数年，所以现在是2025嘛。那我有参加过，应该是在1993年的时候，它有分不同等级，有 VIP 等级，还有自己买门票的。我那时候是以这个专业人士的 VIP 去参加这个航空展。这个航空展的档次很高，然后每个航空公司在这个地方都卯足全力，因为它是很大的航空展，所以一般来讲卖得好的话都可以获得很大订单。你刚刚讲了，空巴已经拿到这么大的订单。那一般来说，中国大陆单大陆的市场都需要2000多架这种这个C919这类型的，还有C929这类型的飞机。中国这一次特别展的是4代战机跟5代战机。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讲，要在全世界展现出它在航空工业的高性能的发展。是。将军，其实我可以想象，现在飞787的驾驶员都会特别谨慎，稍微有技术性的问题，一定会更谨慎小心。现在没有停飞啊，飞起来可能会更小心，所以才会这么多班都陆续的返航。上次印度前2天出那个事现在来讲有专家飞行专家认为说是副驾驶出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基于2个原因，他们看到这个飞机襟翼没有放下来，襟翼就是你翅膀后面那个放下，它可以增加升力嘛。按理说你起飞的时候应该把它放下来，结果它反而该收的不收起来。譬如说这个时候它应该轮子要收起来，起落架要收起来，结果它把起落架没有收起来，那在起落架它反而这个没有收所以他们研判是不是副驾驶那时候应该收襟翼，结果他按错开关，反而把这个襟翼放平了，然后起落架所以整个失速掉下来，这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当然人为的疏失我们不能排除。我记得我们台湾有一次这个我们台北复兴航空公司这个飞机出事，后来证明也是这个副驾驶因为这个失去动力，他紧张之下，然后应该将一个右边那个引擎该重新启动，结果他把它关掉了，变成2个引擎都没有在转，失去动力掉下来。所以其实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之中，事实上是高紧张、高压力的状态。那这个为什么俄罗斯要空袭打这个波音大楼？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当我是揣测了，但是波音里面它不是光做客机，它有生产武器。爱国者飞弹的巡标器就是波音公司做的。那爱国者飞弹在俄乌战场上面，他们号称可以这个拦截俄罗斯的匕首飞弹。那会不会是借这个原因这个俄罗斯就将这个波音公司在乌克兰在基辅的大楼将它打掉？因为它会
会不会暗中提供这个？虽然说是他民用的航空公司，但是会不会暗中提供他军用的零件给乌克兰来使用？我想这个俄罗斯会打这个基辅波音大楼会打这么准，一定有他的理由。那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习近平到中亚去，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打开地图来看的话，中亚5国刚好位于欧亚非三个全世界3大地板块的中间位置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可以说它可以说是世界的一个陆地的一个心脏中央的位置。所以它不管是你看往南到南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伊朗，或者是到俄罗斯或者到中国，它刚好是中间位置，事实上是非常方便。那以往由于说是这边都是沙漠、高山等等地形，交通不方便。那现在来讲的话，由于科技可以克服这些，譬如说飞机来讲的话，像乌鲁木齐那边，你去那边看，它那个航站里面几乎包括到欧洲，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南亚各个国家首都航班都有。所以事实上是在交通上面，空中交通也很重要。第二个，在地面交通上面，我们看到中吉乌铁路已经开发了另外，这个欧亚列车也在这边开通了。所以说是开通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在伊朗来讲，如果说万一投降来讲的话，那会不会整个世界这个地缘战略的格局产生变化？所以说是习近平这时候到中亚去稳定整个中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袁老师，专门谈一下中亚峰会就是没错了，非常重要我把它重要要点的话来讲成3个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这个中亚峰会第一次是在西安召开的，坦白来讲了。中亚5个斯坦国原来长期来讲的话呢，没有像今天想象中这么重要。它的地缘关系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原来都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么他现在去的话呢，到这边受到了这个托卡耶夫的尤其是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总统的这样的招待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基本上已经默认了中国在中亚这边的接手了，不一定说是能够接手怎么样，但是中亚这边的话呢，也比较注意他们的经济的发展，跟中国往来那么这个也就是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中国的话呢，需要中亚5国当中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出进口的比例当中的话呢，中国的进口比较多，主要的话呢是在能源就是油气矿产这3方面。那东亚国家的话呢，他们也是稀土的生产的大国，提炼的技术在中国手里但是矿产中国也只有30%这个中亚这几个斯坦国的话呢，在各方面的开采，这个相对而言大家要了解中亚这5国的这个故事没有苏联这个国家，我们都不知道有这几个斯坦国，是完完全全人为的方式成立的国家，这个人种各方面的历史都是在这10几年都各自要发展自己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跟传统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个中国本身发展的话呢，对它有讲双方的建设非常需要。然后第3个问题的话呢，其实讲起来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对于中亚的也是兴趣非常大。因为什么？因为中亚的国家的话呢，在整个苏联垮台以后呢，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权力的真空原来的话呢，俄罗斯对于领土是有非常强烈的欲望的，但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们自己对领土的掌握。但是的话呢，这里头当中，因为后来发展的情况导致于俄罗斯本身自顾不暇，再加上美国对于中亚的这个兴趣极大无比就是美国对于苏联剩下来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空间兴趣都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本身的话呢，非常顺应的，所以说这一次习主席都能够到中亚参加峰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风光无限。最主要的是未来是什么呢？未来的一带一路的发展，请大家要注意，打开地图一看的时候，从新疆出去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接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一次在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当中今天大家都没有提到，但是呢，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迟早要扮演一定的角色的。